这边3种倍长炭，倍长炭的煮水效率是最好的。那我们拿热眼新的部分出来，这是温度是有透进去的翻面，这个可能是最好吃的。CP 值就是那个这边超快的，这4种炭里面它最能够带出肉的味道，刚刚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煮鬼鬼之旅。今天我们来到木炭的下一集，上一集我们有讲一个其他的炭，对，我们把所有的炭摆出来。那我们今天要测的是这边3种倍长炭，左边是菊花炭的，上一集有出现过，我们烤过的。然后这个是台制的倍长炭，台湾品牌啦，榉木的倍长炭。然后这个是中国制的倍长炭，乌冈木的炭。然后在这个济州倍长炭，日本进口的，那就是最贵的在这里，就是所以从贵到便宜。可是我觉得这真的也不便宜啊，真的不便宜。那我们来测一下他们的红外线温度吧。这个菊花炭现在是584度，然后这个台制现在是618度，然后现在中国制的596度，然后这个日本济州的613度。这机器测都是红外线。那我们还有这样子这2个，其实这样比起来，这个比较烫，菊花特。去吗？哦，这个，这其实也蛮烫的啊，我是超烫的。然后我不是很想把手放在上面，那抖那一下好不好？我卖命在拍，这菊花摆上面超烫的。这个中国的现在其实蛮烫的，我刚测还好，可是它手摆上面超烫，我这根本不能摆。这个机器只能测红外线，可是它实际上温度真的摆在上面，温度超可怕的。所以它里面跟外面还是有差，让我们就是测这上面觉得菊花现在爆炸痛。菊花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比较烫后，它有一个表面积的问题，它的表面积非常的大，所以它可以从各种方面去释出热来。然后这个你看它就是平滑的表面，所以它表面积就比较少，它这个也是表面积就很少，这个也是表面积很少，很光滑的。所以说它的表面积不一样，它能够释放热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。这里面红红的部分，它真的红的部分736，对，这是第2个642、672、746，其实还是很高，菊花还是很高，所以现在温度测出来最高应该是菊花跟它。来测煮水一样，跟上一集一样，500 CC 的水。现在大家看到一点烟吼，是因为我们刚刚烤肉网没有刷，所以它现在在烧烤肉网上面有一点油这样子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在测的是那个煮水。那我们现在烧了快5分钟了，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它们各自的温度。超烫的我的手，我觉得我回去手一定会超痛。菊花现在在53度，然后这个是台湾的，我觉得它的辐射热很烫，非常烫。我停在47度。中国的，我感觉这个是跟菊花一样厉害的。我要找一个比较不烫的温度，要不然我觉得很烫。这温度很高，55度，济州倍长炭，大概停在53度，这是在5分钟左右的时候它的这个热度。那现在10分钟了，10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怎么样。火红的菊花现在的温度已经到了，现在很羞这个菊花，73度。我刚才说我不要整自己，我带这个，超热，离它太近了，实在太烫。大概就卡在61度这边了，中国制71度，跟菊花差不多。那日本倍长炭，温度上来了，76度。它煮水反而是快的哦，它这边的温度77度、78度也上来了。菊花炭现在跟它差不多。然后中国的稍微低一点，然后台湾的更低，只有60几度而已。看它气泡量，其实就看得出来哪边快要滚了。现在大概已经煮了12分钟了。济州倍长炭的确看起来是蛮热的，还有菊花。那现在15分钟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菊花炭的基本上已经快要滚了。86度停住了，榉木的、台湾的。到71度，中国的乌冈木可以到82度，倍长炭。倍长炭现在温度最高，这边就卡在87度了。
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实验来说，倍长炭的煮水效率是最好的。那看起来好像这个快要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感觉不太一样，所以测出来的温度跟实际滚的，我觉得可能还要参考它的辐射热是不是可以过去。我应该就差不多啦，就差个2度啦，有可能是在误差之内。反正这2个都快要滚了，15分钟的这个煮水效率就在这边。对，那大家煮水你可以考虑用倍长炭，有钱的话用倍长炭煮水，菊花炭也不错啊。这2个一样的话 ，CP 值大家自己算得出来。你直接做烤肉实验，我今天不想再烧肉了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个是 Misspresso 赞助的热眼，那我们拿热眼新的部分出来，菊花炭，台湾的，然后这个是中国产的，这个是倍长炭。我听到倍长炭那边的声音不太妙，温度太高了。1分半，1分40秒就可以梅纳反应了。那我看菊花，菊花也可以。这个你看就还不行，中国这个也还不错。哦，这个倍长炭真的很快要烧出一个硬壳来。脆壳，赞。所以每面大概1分钟，如果是倍长炭的话，每面大概1分钟就可以有一个表面出来。好，2面都1分半。我们先不要管顺纹逆纹了，就这样切一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倍长炭，这个是中国制的，然后这个是台湾的品牌，哒啦，然后这个是菊花，嘿，这个倍长炭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温度是有透进去的，它这个渐层不是这么明显，灰质就很明显，熟的跟生的很明显。这个我们先不论它怎么样，反正它就是没有熟就对了。这个表面的温度也都不够。这个菊花的它熟的很进去，它透进去的温度还不错。可是它熟的这一面非常的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熟的就没那么厚。可是它这边是渐层的，不是这么明显的间隔，跟这个比起来，它的间隔就稍微明显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得到一片烧肉片，然后去烤，来烤一下。把整片来烤熟看看，我们就以这片熟的时候为基准。好，30秒，翻面。好，起来哦。好。那我们再切一次给大家看，这样，其实这样就已经，看是整个熟透，对不对？这个明显就没有熟，当然它厚度有一点点不一样啦，可是可以看到那个灰质的地方，有没有熟进去，其实很明显，只要可以熟到多里面去，其实都看得到。这个就整个就可以全熟，以烧肉片来说，它是整个可以全熟。这个也不错，菊花炭也不错，而且保留一些肉质在。这个可能是最好吃的，这个就是不够熟，可能里面都还凉凉的。这2个，看它熟度什么的是绝对要吃才会知道。CP 值就是那个碳精啊。今天的话就是菊花炭。然后我先从菊花炭开始吃，熟度可以，还香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到这比较接近我喜欢的熟度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太熟，这我试试看。很香，可是它如果静置之后就会变比较好吃。倍长炭的东西烤太过，我觉得烤太过，它会比我预期的还要早要拿起来，因为我平常使用的是碳晶为主，用碳晶的思维方式来用倍长炭烤肉的话，
它的火源会过热，对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，要再小心一点点。那我们现在再切了，各切一块，厚度比较一样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烤起来怎么样？哦，这好雷哦，都没有温度的感觉。这边超快的，1分钟翻面。温度的确是不一样的。济州来的备长炭，那旁边很快就开始吱吱叫，那这个都没有，很勉强。这个就不要鸟它了，根本没反应。这个也有一点吱吱叫，2分钟了，我们看完全没辣了。好，那我来切哦，来喽。哦，这次烤的比较刚好。这个就几乎是生的啊。菊花炭也没有很熟，可是它的那个渐层就不是很明显。啊，我先吃备长炭的，刚刚好。这是中国炭的。觉得表面有点硬，里面还可以。这生肉，就是生肉，然后菊花炭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菊花炭跟这个济州备长炭。中国这里还不错，台湾自己进口的这个品牌的蛮雷的，没有烤出那个焦香味。香气来说，我觉得菊花炭最香。再来是济州备长炭，然后再来是这个中国的，所以还是有差。菊花炭我觉得目前吃起来，这4种炭里面它最能够带出肉的味道，会有一个特别的香气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白炭，就是它没有什么烟，所以它必须要收集上面的气体的香味的话，就完全是靠肉汁滴下去、油脂滴下去之后，在炭上面立刻的气化，然后沾回这个肉的上面。那目前表现的最好的，我觉得是菊花炭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最好，可能它本身的味道也有不一样，跟菊花炭它本身的木头烧起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。那备长炭它相对干净，虽然有气化的味道，可是不会有原本木头的味道在上面，可是一样会有那个焦香味出来。那这2款就可能真的要烤比较久一点，然后温度真的没有很烤，这个温度真的是我手可以摆在这边的，这2个我都没办法摆。所以不同的炭它烤出来的风味会不一样，然后烤的时间也都不一样。我们来讲一下情境好了。日本来说啊，台湾基本上你看不到烧肉店或是居酒屋在使用这些东西，因为太贵，到台湾来的成本都比日本高很多。要不然就进中国的，然后是这种台湾制。那中国这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它便宜，它烤得出味道来。这个就是炭精搞不好烤出来比较好吃，比这个台湾这个进口的这个备长炭还要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日本的这个备长炭实在太贵了。如果是这样比的话，我宁愿用菊花炭，它的香气这些的可能会好一点。以我今天的实验来说啊，但如果你今天不希望有其他木头的味道的时候呢，你就要选用备长炭，然后就可能这2种中国跟这个日本的这种备长炭，它的味道是比较好的。而且日本备长炭它的火力非常的充足，而且稳定。比如说你要有一些烤鸡胸肉这些，它只要烤表面一点点而已，或者是它要鸡皮很快的香，可是里面的熟度是不要那么熟的时候，这个是会很好的东西。今天我们讲的这种白炭啊，都是你可以，因为它们很耐烧。如果你今天没有用完，你就拿去泡水，然后之后再去阴干，然后它就下次还可以继续使用。而且就是使用过、烧过之后、泡过水之后的炭呢，它会比一开始完全新的炭还要容易点火，然后温度会更稳定一点，所以就看大家各自的选择这样子。对，这一套炭比下来之后，我个人就可能会比较喜欢菊花炭跟炭精，然后炭精真的比较便宜。炭精跟菊花炭的价格有差多少？菊花炭是150块，1公斤150块左右。济州的是它菊花炭20倍的价格，然后炭精的话大概1/3、2/3左右的价格，所以说还是有差啦。对，就看个人的选择，然后耐久性也不一样。补充一下，
如果你今天要买菊花炭的话，菊花炭像这个是非洲乳木的，那它是没有皮的。那如果你在日本买那种贵一点的那种榉木的，它外面会有一层皮这样子，那就是不太一样的炭。那非洲乳木的会比较有香气，那榉木的香气就没有这个那么浓，所以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就不要你自己去买，然后到时候说什么我讲的不是，不同的东西啊，不同的木头味道一定会不一样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也可以买沉香来做成炭试试看呐，搞不好味道是另外一个。那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差不多该烤熟了，我整张脸这边是辣的，我这边脸是辣超烫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抖内。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虽然炭尖不是我买的，可是我们也是要钱的，我们也是要成本。那如果你愿意加入频道会员支持我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有更多有趣的玩具买来玩，也可以加我们的LINE社群啊，有任何的团购啊，这种团购肉啊，或是应该不会团购炭吧，应该不会哦。反正有各种团购的东西呢，或者铁板啊什么什么的之类的，都可以加我们的LINE社群。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LINE社群里面问。那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有各种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无聊来考一下节瓜。我们吃太多肉了，济州备长炭都炒不来，一切都把节瓜烤好。这个烤蔬菜超好用，这个中国炭一般般。然后菊花，我觉得它可能火力已经有点不足了，因为我们今天烧它烧很久，毕竟它不是备长炭，它没那么耐久。不过看起来口起来蛮好吃的样子。备长炭超强，济州备长炭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吃素的人，可以买这个济州备长炭，把钱花在炭上面，蔬菜给去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好，拜拜。